世界千变万化，时事随时发生，一波为您追踪。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4月22日星期五，欢迎走进一波热点。4月25日，加拿大入境新规更新。周五，联邦政府表示，从美国东部时间4月25日开始，5至11岁的未接种疫苗和部分接种疫苗的儿童，在完全接种疫苗的父母、继父母、监护人或导师的陪同下，将不再需要完成入境前的 COVID 测试，即可进入加拿大。但是，对于目前12岁及以上的部分接种疫苗或未接种疫苗的旅行者，仍然需要进行入境前测试。政府补充说，5岁以下的儿童也不需要提供 COVID 测试结果。完全接种疫苗的旅行者将不再需要在入境时提供检疫计划。此外，联邦政府说，所有旅行者，无论疫苗接种状况如何，也必须在整个旅行过程中继续佩戴口罩。但4月25日之后，将不再要求进入加拿大境内的完全接种者在公共场所佩戴口罩，并监测和报告他们是否出现症状。如果同一旅行组中的另一名旅行者出现症状或检测呈阳性，需在抵达加拿大后进行14天的隔离，并保留密切接触者和访问地点的名单。所有旅客仍需在陆路抵达加拿大后或登机和上邮轮之前的72小时内，使用 ArriveCAN 应用程序上传旅行和疫苗接种信息。如未向 ArriveCAN 提交完全接种疫苗信息的旅行者，将没有资格获得完全接种疫苗的旅行豁免。这意味着他们可能必须提交入境前测试结果和检疫计划。虽然对某些符合条件的旅行者取消了一些联邦要求，但所有通过航空、陆路或水路进入加拿大的旅行者都必须遵守联邦要求以及其省或地区的防疫规定。如果美国因反俄对中国制裁，将会发生什么？日本首次在今年的外交政策官方年度报告外交蓝皮书中，将当代世界的形势描述为中美竞争和国家竞争。报告指出，全球格局已经从美国压倒性的政治和军事优势等支撑世界稳定与繁荣的时代，全面迈入了美中竞争和国家之间竞争的时代。蓝皮书宣称，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正在积蓄力量，增加存在感。而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国力则相对下降。外交蓝皮书是日本外务省年度报告，反映了当前日本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并包含对国际形势的分析。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谈到美国是否会因反俄对中国施加制裁，受访的大部分专家一致认为，美国不可能使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受损失，而自身金融系统却不受到重大伤害。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 Ashvar Prasad 认为，美国和盟国有一定的施压工具可以对付中国。中国2/3的外汇储备总计3.2万亿美元为西方国家国债，所以必要的时候，美国可以冻结这些资产。然而，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杰拉德·迪皮波说，作为回应，中国可以没收3.6万亿西方国家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和2.2万亿中国公司在海外上市的股票。制裁中国其他经济机构会引起连锁效应。据美国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统计，全球30家系统性重要的银行中有4家位于中国。分析师指出，打击这些银行就是打击向他们提供贷款或在这些银行有账户的西方金融机构。西方专家认为，中国的主要影响力来源于它广阔的国内市场。当然，如果美国想的话，它可以不让中国接触一些高科技研发，比如半导体，但那只会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不但会让美国生产商的利润减少37%，还会损失12万个工作岗位。教皇错了吗？上周，教宗方几个在传统的复活节庆祝活动中谴责了残酷和毫无意义的战争，将战争归咎于一个不知名的权贵，并为陷入困境的乌克兰人民及和平祈祷。在游行期间，有一名乌克兰妇女和一名俄罗斯妇女，他俩是在罗马一家医院工作的朋友。
他们背负着十字架，并附有一份强调各国人民之间和平与和解的文书。批评人士称，声明忽视了俄罗斯是明显的对手，乌克兰是肆虐的冲突中的受害者这一事实。这可能给由教皇领导的乌克兰天主教自治团体的未来带来危险。大多数虔诚的乌克兰人遵守儒略历，这意味着4月24日星期日是他们的复活节。神父 Antonio Spadaro 在一家意大利报纸上强烈捍卫了教皇，强调教皇通过耶稣的语言来看待这场战争，这意味着爱自己的敌人，为迫害者祈祷。他说教宗方济各按照福音派精神行事，即使在这场侵略战争期间，即使面对所有可见的希望，这是一种和解。教宗的主要兴趣不是地缘政治，而是，正如他所说的，普通人想要和平，他们在每场冲突中都是真正的受害者，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为战争的愚蠢付出代价。美国给乌克兰的武器有多大帮助？乌克兰武装部队发布到 Twitter 上的图片标有胜利的标题，宣称这是标枪击中俄罗斯军事装备的结果。标枪是一种肩扛式反坦克武器，可以发射巡热火箭冲向4公里外的目标，可以由便携式装置控制。该装置看起来与视频游戏机没有太大区别，但可以直接穿透装甲坦克的侧面或顶部。乌克兰军方声称，美国制造武器的存在引起了俄罗斯军队的恐慌。美国已经分发了数千件这样的武器。标枪导弹是通过一系列军事援助计划运往乌克兰的军事装备之一。自2月24日以来，美国总共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3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总统拜登周4宣布的最新8亿美元一揽子计划，还包括在乌克兰东部平原上使用的重型火炮、榴弹炮和战术无人机，以及144000发弹药。此前宣布的乌克兰武器包括各种各样的军事装备，从防弹衣、头盔和步枪到雷达系统、装甲车和曾经属于阿富汗的苏联设计的直升机。除了标枪导弹外，最强大的武器还包括毒刺防空系统。该系统曾经用于击落阿富汗的苏联飞机。美国还运送了数百架 Switchblade 无人机，这些无人机将在撞向敌方的目标后爆炸。周4，五角大楼表示，它正在向乌克兰提供幽灵无人机，其能力类似于 Switchblade。到目前为止，美国一直不愿意向乌克兰提供美国制造的坦克，认为乌克兰军队不熟悉这些装备的使用。尽管美国迄今已承诺向乌克兰提供16架米-17直升机，但到目前为止尚未直接向乌克兰运送该飞机，并称从其他国家如波兰向乌克兰交付米格-29喷气式飞机的计划只是谣传。这些军备是否有助于乌克兰战胜俄罗斯数量更多、装备更精良的部队呢？这一疑问可以从目前的战场进展状况得到部分确认。谢谢各位的观看，一波帮您追踪全球热点。如果对您有帮助，欢迎点赞、关注并订阅，下期不见不散哦。